喜欢养花的人，日子都不会差。这不是一句苍白的祝福，而是一个被草木掩盖了千年的因果真相。华严经中曾提到一个极宏大的概念，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并非文学修辞，而是在揭示宇宙运作的终极逻辑。在佛家的世界观里，世间万物皆是自性的投影。花在梵文中被称为华，它是因为万行的象征。简单来说，花是果实的先兆，是修行过程中每一个细微起心动念的结晶。当你面对一盆花时，你面对的其实是一面映照灵魂的镜子。若你心浮气躁，花变萎靡；若你心存慈悲，花变繁盛。这种微妙的感应，正是佛法中境随心转最直观的体现。古老的经典告诉我们，能够与草木共情的人，其内心必然留有一片未被尘劳污染的净土，而这片净土正是所有福报赖以生存的根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间，我们总在寻找安全感，寻找那个能让生活稳固的支点，却不知最好最简单的加持往往就藏在阳台的一竿土一盏水中。养花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布施与忍辱的深度修行。当你为干涸的泥土注入清泉，你施舍的是当下的慈悲；当你静待寒蝉退去，暖春花开，你修持的是抵御无常的定力。佛陀曾拈花示众，唯有大迦叶破颜微笑，那是跨越言语的智慧共振。而今天，如果你也能在繁杂的生活中，因为一朵花的绽放而感受到内心的宁静，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触及到了那份拈花智慧。这种智慧会悄悄改变你的气场，让你在面对人生风雨时，拥有如同苍松翠柏般的韧性。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对生活品质的所有认知。我们要探讨的不仅仅是如何让花长得好，而是如何通过这件小事去对撞宇宙深处的因果法则。为什么有些人在事业瓶颈期通过修剪枝叶就能找回灵感？为什么原本紧绷的家庭关系会因为几盆花卉的加入而变得和顺？这背后的能量流动远比你想象的要深邃得多。这是一个关于生命觉醒的过程，是从求福转向造福的根本转变。当你读懂了花的语言，你也就读懂了命运的剧本。在进入这段奇妙的旅程之前，请在评论区留下花开见佛，福田广种这8个字。这不仅是一句祝福，更是一种愿力的共振。在这个信息的洪流中，能相遇便是一种极深的善缘。请静下心来，接下来我要为你揭开的一段关于养花匠人的古老公案，带你看见那个决定你一生荣辱的因果闭环。在古印度的舍卫城郊，住着一位名叫须曼的卖花人。他的一生极为清贫，甚至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赶往城外的园林，采摘最新鲜的鲜花，赶在集市开启前卖给城里的达官显贵。在旁人眼中，须曼的生活充满了劳苦与卑微，但唯独须曼自己，每天嘴角都挂着一抹旁人无法理解的宁静微笑。他卖花不仅仅是为了糊口，他更像是在守护一种神圣的契约。他从不短斤缺两，更不会为了高价而欺瞒。对他而言，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圆满的生命。他悉心呵护，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草木，而是世间最珍贵的琉璃。那是一个闷热的清晨，舍卫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这一天，由于气候异常，整片园林的鲜花几乎全部枯萎。须曼翻遍了所有的花丛，最终只在一处隐秘的石缝旁发现了一束极其罕见的带着清冷香气的金色曼陀罗。这束花开得如此灿烂，仿佛凝聚了整片大地的精华。
须曼知道，这束花若卖给王宫里的波斯匿王，所得的赏金足以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彻底摆脱这卑微的卖花生活。他小心翼翼地采下这束花，用最柔软的丝绸包裹好，快步走向城中。然而，就在城门口，他遇到了正带着弟子们进城托钵乞食的佛陀。那是须曼第一次见到佛陀，在那一瞬间，城门外的嘈杂似乎消失了，喧闹的集市、争吵的商贩、奔跑的牛车，都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寂静中沉淀下来。佛陀并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走着，但他周身散发出的一种威仪与慈悲，让须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须曼低头看了看怀中那束价值连城的金曼陀罗，又抬头看了看佛陀那如同满月般庄严的面容，内心里经历了一场外人无法察觉的惊涛骇浪。如果把花献给国王，他将获得金钱、地位和世俗的安稳；如果把花献给佛陀，他可能依然要忍受饥饿，依然要在泥泞中跋涉。在世俗的逻辑里，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选择，但在那一刻，须曼内心的心性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生的贫穷与苦难，或许正是为了磨练他这一颗不被外物所转的真心。养了一辈子花的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真正的供养不是为了换取福报，而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真相的敬畏。他拨开人群，不顾旁人的嘲讽与疑惑，径直跪在佛陀面前，高举起那束金色的曼陀罗。当须曼将花抛向空中的那一刻，神迹发生了。那束金曼陀罗并没有坠地，而是悬浮在佛陀的头顶，随着佛陀的脚步缓缓移动，化作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华盖。须曼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仿佛这些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重担，随着那束花的抛出而彻底消散。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相反，这个举动引发了城中贵族们的极度不满。波斯匿王的亲随正等在不远处，见状勃然大怒，认为须曼是对皇权的大不敬。波斯匿王的随从拨开人群，长剑横在须曼的颈侧，随从的语气冰冷如霜，大胆平民：这束金曼陀罗本是献给大王的贡品，你竟敢私自挥霍，甚至将其抛掷。你可知道，触怒王威的代价是你这辈子卖花也赔不起的命？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令人意外的是，须曼并没有求饶，他微微抬起头，目光竟然穿透了那柄长剑，看向了依然在那朵金花华盖下静默行走的佛陀。在那一刻，须曼内心的恐惧像退潮的海水般迅速消逝。他想起自己多年来培育花朵的心境：种子入土，需忍受黑暗；破土而出，需忍受风雨；含苞待放，需忍受孤独。如果一朵花因为害怕凋零而拒绝绽放，那它永远无法完成生命的圆满。而他此刻的行为，不正是一场最彻底的心性绽放吗？大人，须曼的声音出奇的平静。这花并非我挥霍，而是我将它交还给了它真正的归宿。我虽贫穷，但这些年供养草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金银财宝可以换取权力的虚荣，却买不来内心的安详。大王拥有整片疆土，却依然在为失去一朵花而动怒。我一无所有，却因为献出了这朵花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如果为了这片刻的自由需要付出生命，那也是我修来的福分。这番话通过城门下的回声，清晰地传入了随后赶到的波斯匿王耳中。这位威严的君主原本满腔怒火，他不仅是为了花，更是为了挑战他权威的这种不识抬举。但当他看到须曼那种淡然赴死的姿态，以及佛陀头顶那朵依然凌空漂浮、散发着幽香的金曼陀罗时，他内心的某种坚硬的东西动摇了。作为一国之君，他阅人无数，见过贪婪的乞求，也见过虚伪的逢迎。
却从未见过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卖花人能拥有如此高贵的眼神。佛陀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慈悲的目光落在了须曼身上。佛陀并没有施展什么惊天动地的法术来退去官兵，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在那目光的注视下，须曼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变得透明。多年来为了生计奔波的疲惫，对未来的焦虑，对贫穷的羞愧，都在这一刻被彻底净化。波斯匿王也愣住了，他走到须曼面前，看着这个满手泥土、衣衫褴褛的卖花人，沉声问道：须曼，你既然知道这花能换来一世的荣华富贵，为何宁愿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将它抛给一个路过的僧人？难道你口中的自由真的比活命更重要吗？须曼微微躬身，双手合十，目光清澈如水。大王，草木开花只需一个春天，但人要开出心中的觉悟之花，或许需要几个轮回。我养花一生，看尽了万物因果，深知得到的终将失去，唯有舍去的才真正属于自己。国王听后，目光移向佛陀头顶那朵依然凌空盘旋的金曼陀罗。那花朵不仅没有枯萎，反而在这闹市的尘埃中越发清净，越发庄严。波斯匿王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愧，他贵为一国之主，坐拥金山银山，却常因边境的骚乱而彻夜难眠，因妃子的争宠而心烦意乱。自己虽然掌控着千万人的生杀大权，却始终无法掌控自己那一颗随境转动的乱心。而眼前这个一贫如洗的须曼，却在这一刻拥有了连国王都嫉妒的定力。佛陀此时开口了，声音如同远古的钟声，洗涤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根。须曼，你今日所供养的不只是这一朵金曼陀罗，而是你多年来在寂寞中磨砺出的清净心。你在园林中忍受风霜，那是忍辱；你精心呵护每一株幼苗，那是精进；你不因贫穷而折损气节，那是持戒。这朵花不过是你内心功德的外化。佛陀的话音刚落，那朵悬浮的金花突然散发出万道柔和的光芒。光芒所到之处，城门下那些心怀焦虑、贪婪、愤怒的人们都感到一阵清凉。这种力量让波斯匿王彻底放下了傲慢，他缓缓伸出手，拉起了跪在泥土里的须曼，并对周围的官兵下令：收起你们的兵器。今日这个卖花人给本王上了一课，他不需要我的赏赐，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这世间最珍贵的宝藏。然而，正当众人沉浸在这种祥和的气氛中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霹雳，城外园林的方向传来了惊恐的呼喊声，那是负责看守园林的农人。由于刚才那种异象引发的能量波动，城外的园林瞬间被疯长的藤蔓覆盖，那些原本干枯的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扭动着攀爬着，封锁了进城的唯一官道。原本祥和的气氛被惊恐取代，百姓们纷纷后退，波斯匿王也面露惊色。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在佛学中被称为心垢显化。须曼虽然舍弃了金花，但他潜意识里仍有一丝我慢。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伟大的供养，觉得自己比贪婪的君王更高尚。正是这最后一点微小的傲慢与执着，感召了外界草木的疯狂与失控。须曼看着那些失控的藤蔓，内心深处那股刚才还因自豪而升起的火焰，瞬间被一种冰冷的觉醒所取代。他看向佛陀，佛陀依旧静默不语，唯有那朵金曼陀罗的光芒在微微闪烁，像是在等待他的最后一次蜕变。须曼闭上双眼，不再去看那些恐怖的藤蔓，也不再去听周围的尖叫。他开始反观自心，养花一辈子，他以为自己在照料花，其实他一直是在利用花来成就自己的虚荣心。他所谓的日子不差，
如果建立在一种高人一等的清高之上，那依然是一种变相的束缚。我直不除，草木皆兵。须曼低声自语，他缓缓走向那些疯狂生长的藤蔓，没有带剪刀，也没有带水壶，他只是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温柔地触摸着冰冷的叶片。在那一刻，他彻底放下了卖花人的身份，放下了供养者的傲慢，甚至放下了对因果报应的期待。他只是把自己也看作一株植物，与大地同呼吸，与尘埃共命运。他心中升起一种极大的慈悲。这些藤蔓之所以疯狂，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人类内心的贪婪与恐惧，他们只是在反射这种不安。奇迹再次发生了。当须曼的手指触碰到藤蔓的那一瞬，那些原本如蛇般扭动的枝条突然变得柔软顺从，疯狂的生长停滞了，尖锐的刺缓缓缩回，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悄然绽放的小白花。佛陀微微点头，那朵金曼陀罗华盖化作点点金光，渗入了须曼的眉心。须曼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卖花的苦力，他成了舍卫城中传播智慧的使者。他依然每天种花、剪枝、浇水，但他经手的每一朵花都带着一种能让人心平气和的力量。那些买花的人回家后，发现不仅花开得久，连家中的争吵都少了，事业也渐渐顺遂。须曼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养花不是为了改变花，而是为了改变那个养花的人。当一个人的内心真正达到平衡与慈悲时，他所处的环境，他的日子自然再无匮乏。当我们跳出须曼那段神圣的故事，回到琐碎的柴米油盐中，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仅仅是养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因果磁场？要拆解这个谜题，我们首先要理解佛法中一个极深的概念：依报随着正报转。所谓正报，指的是我们的生命主体，也就是这颗心；而依报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你的住宅、家人、财富和运气。养花的人表面上是在摆弄泥土和枝叶，实际上他是在通过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去调频自己的正报。你对一盆植物的专注、耐心与慈悲，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持续输出。当这种输出达到一定的质变，你的内在磁场就会从原本的匮乏、焦躁转化为丰盛与平和。这种心境的转变会像水波纹一样扩散到你的事业和人际关系中，让原本僵持不下的局面出现转机。这绝非玄学，而是心理学与佛学交织出的生活实相。一个能把花养活、养好的人，他必然具备了观察细微变化的能力和容纳生命枯荣的气度，而这正是经营好一段人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在佛教的深度哲学中，这种关联被进一步升华为法性圆融的体现。我们常说养花修心，但具体修的是什么？其实修的是一种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定力。现代人的痛苦大多源于对结果的极度执着，付出就要立刻看到回报，投资就要马上见到收益。然而养花这件事却在强制你对抗这种功利心。种子埋下去，你无法通过咒骂让它明天就开花，枝叶枯萎了，你无法通过愤怒让它瞬间返青。在这个过程中，你被迫进入了一种顺应天时的节奏。这种节奏正是佛家所讲的忍辱波罗蜜。这种忍不是委曲求全，而是一种洞察因果后的坦然。当你习惯了等待一朵花的绽放，你也就学会了等待人生低谷的过去。你的心不再随波逐流，不再因为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而陷入内耗。当你的心定住了，你周遭的混乱磁场就会随之平息。所谓日子不会差，是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被动者，而是一个能与万物节奏共振的掌舵人。这种深层次的改变还涉及到一个关于福报存储的隐形秘密。
在佛教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逻辑里，花不仅是美丽的象征，它更是万行之因。如果我们把人生最终的安稳和顺比作果，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照料生命的动作，都是在为这个果位积攒资粮。很多人祈求福报，却不知道福报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福报就产生于你对另一个生命的关怀与布施。当你俯身修剪枯枝，当你细心擦拭叶片上的灰尘，你是在进行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相布施。这种布施最能净化人的贪欲和慢心。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居家环境中，这种清净的能量会形成一种屏障。物理上，它过滤了空气与尘埃；精神上，它过滤了负面的念头与低迷的气压。一个内心充满慈悲、懂得敬畏草木生命的人，他的言行举止自然会变得温润如玉，从而吸引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他的生活圈。这便是心善则敬善的真实含义，也是养花人能够跨越阶级与贫富，获得内心长久安稳的终极武器。当我们进一步剥开养花这层外壳，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场极为精准的因果实验。佛家讲因缘果报，很多人觉得这4个字虚无缥缈，但在花盆这方寸之间，因果是立竿见影的。你若贪图省事，浇水过量，根系必腐；你若疏于照料，任凭烈日暴晒，叶片必焦。这不仅仅是植物学的规律，更是宇宙间如是因如是果的微缩景观。养花的人每天都在亲手操作这些因果。当你习惯了用心付出必有繁茂，懈怠放任必有枯萎的铁律，你对生活的掌控感会发生质的飞跃。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因果绝招，远比听10000句大道理更有力量。它会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你的意识深处，让你在处理事业抉择、家庭矛盾时，不再心存侥幸，而是懂得从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这种心智的成熟，正是日子变好的分水岭。从佛法唯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眼睛看到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其实都是我们阿赖耶识中种子的显现。如果你长期处在一个充满生机、色彩和谐的环境中，这些美好的视觉信号会不断熏染你的潜意识。这在佛学中被称为熏习。一个每天面对枯枝败叶或杂乱无章环境的人，其内心很难升起清净的念头；而一个懂得美化居所，让花草错落有致的人，他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灵构建一座曼陀罗坛城。这种环境的审美力会转化成一种内在的秩序感。当你的内在有了秩序，你处理世俗事物时就会逻辑清晰，不慌不乱。很多时候，生活的崩坏往往是从细节的混乱开始的，而日子的和顺则是从那一盆修剪得体的兰花，一瓶沁人心脾的清香中，悄悄找回了生命的节奏。更深层的智慧在于，养花能让我们在直观中破除常的幻象，进入无常的实相。佛经云：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但常人最难克服的是对盛开的贪恋和对凋零的恐惧。在花开花落的循环中，养花人其实是在反复预演人生的得失。当你看过无数次花满枝头，也扫过无数次落红遍地，你那颗容易被外境带走的心，会逐渐生出一种看山还是山的通透。你开始明白，繁华是过程，平淡也是过程，凋零更是下一次蓄势待发的必经之路。这种对无常的接纳，是佛家最高级的心理建设。一个不再为得失而惊慌失措的人，他的气场是稳的，他的步调是十足的。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稳重感，这种常被称为贵人相。一个有贵人相的人，他的日子又怎么会差呢？这种日子的不差，最终会收摄到佛家最核心的财富观。心量维摩诘经中说，
心静则佛土静。养花的人其实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撑开无限的心量。当你在窄小的阳台上，通过一盆花看见四季的轮转，看见生命的生灭，你那一颗原本被房贷、职场琐事挤压得变了形的心，开始恢复了弹性。这种心量的扩容，就是佛法里讲的转识成智。一个心量狭隘的人，即便家财万贯，也会因为一根针掉在地上而烦恼半天。而一个通过养花悟透了一花一世界的人，他能从微小的盛开中获得巨大的喜悦。这种低成本高频次的法喜，是任何世俗娱乐都无法替代的。当一个人的快乐不再完全依赖于外部物质的堆砌，而是源于自性的流露，他其实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财富自由。这种自由带来的松弛感，会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福气，正是环境与心性高度共振后的必然结果。再从更隐秘的功德转化来看，养花其实是在练习一种无言的说法。在佛法中，最好的教化往往不是言语，而是视线。当你把花养得繁花似锦，让路过的邻居感到愉悦，让进门的亲友感到清凉，你就在那一刻完成了利他的布施。这种随喜赞叹所产生的功德，会默默回馈到你的气场中。很多人问，为什么我做了很多善事，生活还是不如意？那是因为你的善可能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养花人的善是润物细无声的，它照料花，花回馈香，这是一种最纯粹的能量循环。在日常语感里，这叫做养气，气顺了，运就开了。这种顺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变得柔软平和，不再与世界发生剧烈的摩擦。当摩擦少了，阻力也就消失了，日子自然如同顺水行舟，安稳和顺。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花名册更贵，而是因为他们读懂了花背后的如来意。如来即是如其本来，花该开时开，该落时落，不增不减。养花人通过观察植物，找回了自己那个如其本来的节奏。他不再盲目追逐别人的速度，不再在焦虑的洪流中自我消耗。这种对生命节奏的精准把握，是佛学智慧在现实生活中的最高级应用。当你能与一朵花对坐，感受到那份不争不显不漏的生命力，你其实已经接通了宇宙最深层的丰盛频道。这种频道一旦开启，所谓的坏日子根本无法在你的世界里立足，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化烦恼为菩提，化枯萎为新生。这才是养花人日子不差的终极底层逻辑。不是生活给予了他们优待，而是他们用这一颗花心重塑了整个世界的样貌，在这一方寸盆栽中养出真正的福报。最核心的发心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供养。很多人养花，潜意识里是想装点门面，彰显品味，甚至是带有功利心地，希望花开富贵。这种发心在佛法中被称为有相布施。虽然也有世俗的福报，但气场极脆，经不起风浪。真正的佛学指导建议你在每一次俯身浇水时，建立一种代佛护念的意识。你要观想眼前的这株生命，并非你的私产，而是宇宙大能交托给你照料的一颗种子。当你放下这是我的花这种傲慢的掌控感，转而升起一种愿此草木得此清泉，身心清凉，普利有情的慈悲愿力，你每一次的劳作就不再是家务，而是一场水供。这种心性的微调会瞬间改变你家中的能量层级。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盯着那朵花什么时候开，不再计较它是否长得不如邻居家的繁茂时，那种急躁的匮乏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丰盛的不求回报的宁静。在这种清净发心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建立起对凋零的正确认知，这是很多养花人最容易陷入的意识误区。
当花卉因为季节轮转而出现蕉叶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挫败、沮丧，甚至会产生我连花都养不活的负面心理暗示。这在修行中是大忌。你要明白，枯萎本身就是一种极深极慈悲的无言说法，它在用身体向你示现佛陀所说的生、住、异、灭。花干枯了，是在提醒你，这世间没有永恒的盛开，你的身体、财富、名利亦然。如果你能在这个瞬间不起嗔恨心，不生挫败感，而是平静地修剪残枝，感恩它曾带给你的芬芳，并反思自己在照料过程中是否有贪、嗔、吃的投射，比如是否因为贪快而过度施肥，是否因为懒惰而疏于观察，那么这株枯萎的花就是你的本尊，它用生命换取了你的觉醒。当你能坦然面对盆栽的损耗，你也就获得了面对人生逆境的免疫力。要在日常生活中精准运用这些智慧，你需要学会一种直观的实操法门，每天静下心来观察叶片的脉络，观察露水的流向，在观察中放下你脑海里那些关于昨天、关于明天的纷纷扰扰。这在禅修语境中被称为活在当下。很多人的日子过得差，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活在自己的日子里，他们的心始终在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担忧中跳跃，而这盆花就是你定心的锚。当你的意识能够稳定地停留在这一刻的碧绿上，你的散乱心就会被降服。一个心不乱的人，他在现实世界中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是理性的、有远见的。这种由定而生的慧，才是真正能帮你规避风险、吸引财富的利器。在实际的居家修行中，我们要特别警惕一种执着心的变体，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求好心切。很多人在布置家里的绿植时，往往追求名贵品种，或是执着于要把花养得比别人更娇艳。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将世俗的攀比心带入了清净的草木世界。佛学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福报不是靠堆料堆出来的。你若心怀虚荣，即便阳台上摆满价值连城的兰花，那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累赘和枷锁。相反，若你心存平等，哪怕只是一盆路边随处可见的黄金葛，只要你用慈悲与耐心去灌溉，它散发出的磁场同样能净化家宅。这种平等心的建立是扭转命运的关键。当你在面对一株平凡无奇的植物时，依然能升起恭敬心，这种心性会转化为你对他人的尊重与体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这种温润不张扬的气质最能吸引贵人与善缘。日子之所以变好，往往就是因为你身上那种因养花而磨练出来的，不再处处针锋相对的平和感。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过度干预，多数人总想掌控一切，看到花叶稍有枯黄就频繁换土搬动，这在佛法中被称为有为法的束缚。养花的高级境界其实是学会留白与放手，你要给予生命自我修复的空间和时间，这对应的是修行中的舍。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一团乱，正是因为我们干预了太多不该干预的因果，操心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业力。通过观察植物的自然生长，你要学会识别人生的生长点与静止期。当你的事业进入平台期，或者感情出现裂缝时，不要急着去修补，而是要像对待休眠期的花卉一样，给予足够的沉默与耐心。这种无为而治的智慧，能让你避免在冲动中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最后，我们要把养花这件事儿升华为一种法界回向。在传统信仰中，很讲究福泽后人。你可以尝试将照料花草的功德，在心中默默回馈给你的家人、祖先，甚至是那些你并不认识的众生。当你的发心从我好扩展到大家好时，你的心量就与佛菩萨的慈悲心接轨了。
这种大心量的运作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保护力。你会发现，当你不再为了一点小利而斤斤计较，当你家中的花草因为你的广大利他心而长得异常灵动时，那些所谓的霉运、病气和口舌是非，自然无法靠近你的磁场。这便是养花人最顶级也最隐秘的避雷针。说到底，生命中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安稳的瞬间，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与这个世界平和地共处。如果你能看完这段影片，或许说明你正站在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上，正准备用一盆花、一枝草去敲开那扇通往自性清净的大门。请记住，养花的人日子之所以不会差，是因为他们在那小小的花盆里亲手埋下了名为觉醒的种子。我们这一生其实也正如同一朵花，有含苞待放的憧憬，有灿烂夺目的辉煌，也必然有回归尘土的寂寥。佛法教给我们的不是如何逃避这些循环，而是如何在每一个阶段都能保持那份不退转的定力。如果你能像爱护你的花一样，去照料你的这颗心，去修剪那些多余的欲望，去灌溉那些干涸的慈悲，那么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华严盛会。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会因为你这一份如花开般的温润而变得和顺美满。在影片结束之前，我想请你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勾勒出你最想看到的那一朵盛开的花。那是你未来的福报，也是你此刻的发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甚至让你在那一瞬间感到了久违的清凉，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和热推。这不仅是对我的一份支持，更是你向这个法界传递的一份善缘。请记得把这份智慧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寻找安稳的人，或许你的一个转发就是他人生低谷里的一缕暖阳。最后，愿每一位养花的人都能在花开时见佛，在花落时见智。愿你的日子不仅不差，更能如莲盛开，福慧圆满。我们在评论区见，期待听到你与草木之间的因果故事。